那我们看到台湾，比如说像航空公司，他们就有 Hello Kitty 专机，包括像是政治人物他们在竞选的时候有吉祥物。因为过去我们有观察到，就是马来西亚在授权市场大多数还是以国际 IP 为主，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三丽鸥，然后 Hello Kitty、哆啦 A 梦、欧美的迪士尼，然后日本近期非常火红的就是动漫。我觉得对于马来西亚在地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它其实很难去跟集团式的公司去抢这些国际知名的大 IP， 给我们本地的这些创作者，如果他的一个 IP 或者是他的一个人物、一个形象要被看见的话，他其实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呢？我觉得应该是创作者他要持续性的经营这个角色，因为角色他其实你创作出来，如果你没有去动它，它其实好像就不会继续存在。但是当你有持续的去创作它，然后让它被更多人看到，我觉得它就是会持续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好，欢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山是由 U Business 荣誉呈现 Ultra Business Reserve 为企业而设的网络。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那在今天我们的对谈开始之前呢，请大家要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两位客人，都是来自台湾。那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文策院啊，是他们的简称。他们在5月20号到24号呢，在三位的这个三位 Pyramid 来举办一场，我觉得还蛮别开生面的活动啊。那这场活动呢叫做 IP 展，到底什么是 IP 展啊？而且好像已经不是第一年主办了，然后今年的活动呢，听说是全面升级的一个版本啊。他们会带来来自台湾12个精选的角色 IP， 然后里面有很可爱的，比如说什么毛孩宇宙啦，还有疗愈日常以及这个潮流设计等等的啊。那么这一次的展会呢，它会带来蛮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以及也会带来限定的周边产品。然后呢，他们也第一次来规划了一个亮点十足的叫做台马跨界联名创作展哦，意思就是说这次它不只是来自台湾的这个 IP 的作品，还包括了跟马来西亚的一些创作者来一起来合作。那么他们希望能够来打造一个连接台湾还有马来西亚两地的创意以及这个产业的一个所谓的一站式平台吗？是这样子的状况吗？我们这时候呢，马上就邀请到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做客的两位来宾哦，先来介绍的是文策院的黄俊华黄组长，来跟我们的观众跟听众打个招呼。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策院 TAICA 的全球市场处出版及授权小组的俊华。OK， 大家好。什么是 TAICA， 什么是文策院？等一下再请你来跟我们解释啊。那另外一位呢是这次来参展的张于雄，Takakuma 的项目经理。他也是联合创办人之一啊，我们欢迎 Alice。各位观众好，我是生源好日的 Alice， 然后很开心这一次可以到马来西亚来跟更多的朋友介绍我们的角色。OK，Alice， 这个 Takakuma 呢，其实我久闻你们的大名啦。坦白说，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观众呢，其实也是蛮熟悉你们的，但是我相信可能现在也还有一些观众可能不太了解，所以等一下可能要也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品牌。OK， 但是回到 IP 展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是 IP？ 然后 IP 展又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请组长来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的，那其实所谓的 IP， 它其实就是智慧财产权，也就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那 IP 一词其实源自于亚洲，其实在授权产业蛮常使用的一个用语。那以台湾的就是授权产业来说，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角色品牌，也就是 character brands。那以强化图像角色为品牌核心的内容，那有来自于比如说像动画的、卡通的，或是日本的动漫，然后欧美市场的动漫，然后像漫威这样子的角色，我们都可以统称为它是一个 IP。OK， 对，好，那其实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观众是中小型企业主，大家对于用角色以及如何让角色跟自己的企业来做一个结合这件事情呢，可能还是感觉到比较陌生所以可不可以也来跟我们等一下就是多聊一些，就是在企业如何透过 IP 或者透过角色来营造商机这件事情是，但是今年的这个展会可能我们也先来聊一下，就是因为你们特别聚焦就是跨境创意合作跟这个授权商务，那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西亚成为你们一个拓展东南亚市场的一个核心的据点呢？因为其实我相信东南亚的市场有其他市场更大的国家，比如说越南啦、印尼啦、泰国，这些都是人口大国马来西亚只有3000多万人口 ，Why Malaysia？ OK， 那首先回应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以文策院来说的话，东南亚市场是我们观察到授权产业是它的产值跟产业规模都是持续的往上升的状态。那当然不外乎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泰国、越南、印尼等等的，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他们的产业跟就是政府在管理盗版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状况的。 OK， 所以就是盗版会是对于就是角色 IP 授权业者会是一个第一步要判断的，就是要不要进入这个市场的一个监督的，就是管理的一个风险这样子。Okay， 对，所以说马来西亚其实在人口其实也不会少，然后而且它有3大民族，其中一个华人，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说中文的，说华语的这个人口其实也是非常众多的。那相较来说，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台湾也是相较来说熟悉的，而且有非常多的马来西亚的年轻朋友们都有到甚至都有到台湾去留学，就去旅行，对，没错没错。所以这边很多华人其实就是看着台湾的连续剧啊，是听着台湾的流行音乐长大这样子，所以可能对于台湾的流行文化，或者是对台湾的文创的商品，大家的接受度可能也会比较高一些，是这样子吗？另外一个部分，你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有几个台湾的比较知名的角色品牌，然后他们的粉丝专业跟比如说像 Instagram、Facebook， 然后他们的 target audience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这就是粉丝轮廓的部分，我们也是觉得蛮有趣的。那可能真的就只是华文的中文的使用，然后还有就是相关的图文创作风格，其实是相较来说是贴近就是马来西亚的年轻朋友的。OK， 那除了华人这块市场之外，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要去也进入其他不同语种，或者是其他不同像比如说马来文或者是印度族群？因为其实说实话，马来西亚60%可能60-70%以上都是非华人的族群嘛。那这个部分的话，你们的思考会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在国际市场的布局，以文策院在挑选或是甄选就是水卵参展的角色品牌，他们一定有一个共通性，就是符合当地市场的，无论是可爱的风格，或是它跨域的潜力。所谓的跨域，就是可能它本身只是一个社群图文的创作者，然后他其实像张云雄的话，他其实也有出版品，有出版绘本、故事书，然后他也做成了动画，然后除了周边商品以外的开发，它其实授权的面向是非常的多元，然后它的商业的规模产值是持续的在上升的。了解。其实今天呢，能够也请到了张于雄的 Alice 来到现场，我们这也是非常荣幸。本来我是想说今天这个节目呢，这个访问呢一定要分开做啊，但是你们来马来西亚时间有限，所以只好今天让你们在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但是其实张于雄这个品牌，我相信对于认识台湾 IP 或者是认识台湾文创的朋友来说，应该不陌生。但是我想今天 Alice 来这边，就我想亲自听你来介绍。
你们的品牌章鱼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然后它是怎么样子被创立出来的呢？好。就是章鱼熊，就大家听它的名字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章鱼，也不是熊，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然后也因为这样，这个角色他一直在探索他自己到底是谁。然后我们就希望透过章鱼熊跟他的好朋友，他主要有3个好朋友，就有一个浣熊巴迪，一个兔兔队长，还有一个小刺猬哈利。希望透过他跟他好朋友的冒险，去传递友情啊、自我认同跟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最近也去了蛮多不同的国家展会，我们发现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可以被接受，其实比较没有隔阂的。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说可以让章鱼熊这样子的价值观啊，或者他的世界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就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目前除了出版品跟商品外，我们现在也正在跟台湾的公共电视一起合制章鱼熊的冒险故事动画影集，然后预计明年会完成。哇，要把章鱼熊这个角色变成动画影集，对，就原本不会动的一个角色，让它动起来这样子，而且可以在电视荧幕当中，可以在网络上面被大家看到。对，那其实你们这个角色，其实你刚才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核心的象征，就是你不一样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想法呢？我们这个角色的创立其实是11年前，高雄办了一个吉祥物比赛，要成真这个高雄这个吉祥物的设计。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想要参加，但是我们不想要做大家想象中的高雄吉祥物，因为大家可能会做一个很高的熊，就是象征高雄。我们想说，我们想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吉祥物。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们想要从不同面向去思考，说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代表高雄。然后发现高雄的古地名叫做打狗，打狗一直念 taco 就变成 taco 熊。然后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来做一只章鱼熊。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创作出来，然后做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外形实在是太有趣又太可爱。那后来我们没有去参加这个比赛，反而就是带着它，然后融入我们自己的生活，用它来记录生活，这样子，这是章鱼熊的起源。好，那我相信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现在正在做文创的，然后或者是在设计人物、设计 IP， 或者是他可能已经有产品，但是他也不晓得说到底未来前路茫茫，到底他会不会成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1-2个 tips， 就是给我们本地的这些创作者，如果他的一个 IP 或者是他的一个人物、一个形象要被看见的话，他其实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呢？我觉得应该是创作者他要持续性的经营这个角色，因为角色他其实你创作出来，如果你没有去动它，它其实好像就不会继续存在。但是当你有持续的去创作它，然后让它被更多人看到，我觉得它就是会持续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OK， 要持续的去经营，但是持续经营这个有时候也是蛮需要烧钱的吧？资金要去哪里找呢？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公司，所以我们平常工作也是很忙碌，但是我们有给我们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每一年要去参加东京授权展。这就变成我们这个创作每一年都要完成的一个小目标。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持续的创作章鱼熊。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去了展会，然后就很多看到我们这样的角色形象喜欢的人，然后慢慢开始跟我们合作。这也就是我们一直持续经营下去的原因。所以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跟钱有关系，是你真的是要走出去，要让人家看到你，那个 exposure 很重要。没错，对。好，那这边其实我也要再请教组长哦。这次其实你们真的是把台湾的这些角色，把这些 IP 从台湾带到世界各地，让大家可以看见，让他们能够有 exposure 嘛，是对不对？那你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决定是这12家呢？好，这是不是一个很困难的工程？是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展会的参展的就是角色品牌都是数量都是固定的，然后报名的 IP 也蛮多的，因为其实台湾每一年的新的 talent 出来大概都是20-30个，更不用说，可能有一些部分只是从 LINE 贴图，就是我们的通讯软体
他只创作 Line 贴图，但是他可能也有心想要发展授权的，所以我们每年就是要做评选。第一个如刚刚提到的，就是它一定要符合当地市场的就是需求或是它的特色，然后再来是它的可能社群的粉丝基数，还有国际授权的合作案例，或是可能台湾的就是在地的就是授权的经验，然后这都是让我们在收到 portfolio 的时候提供给国际评审做评选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对，所以说我们会根据它第一个有没有市场性，尤其是国际市场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授权经验的丰富程度，然后样态，对，来做评比。是，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台马跨界联名啊，应该是我提到了啊，我提到台马跨界联名这件事情。那其实张于雄这次也很像跟马来西亚的创作者一位叫做 Jefferson 来进行合作，可不可以来聊一下这一次这个合作到底是在怎样子的一个机缘之下，大家决定要来合作，然后合作之后有没有擦出什么样子的火花呢？就是这次的合作其实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跟 Jefferson 一起创作了联名插画，就是由我们就是画一幅插画，然后 Jefferson 那边也画一幅插画，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让张于雄进入了Jefferson 的那个角色叫做弄弄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也让他的角色进入到我们张于雄的宇宙里面。然后我自己观察到，虽然我们两边创作者可能创作的手法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作品最后都呈现出充满情感跟陪伴感的感觉，就很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来看看我们一起创作的作品。然后因为透过这次的合作，我们其实也就是有聊到很多关于这个马来西亚市场可能会注意到的点，比如说在商品制作上面，他就会建议我们说，其实这个版面设计马来西亚市场比较能接受怎么样的版面啊，然后甚至是明信片商品周边商品的贩售的定价，他也都会给我们蛮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个透过这个联合创作，也不只是创作上面的合作，然后也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融入了马来西亚的市场。听到这个真的蛮开心的，因为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规划这样子的活动，那也是因为我们第一届参展完了之后就有收到就是MYCIP 就是马来西亚智慧财产权协会的就是会长来这边跟我们做分享，然后再包含就是马来西亚通讯部的张建群副部长就是来跟我们提说，其实当一个国外的 IP 要进入到马来西亚市场，第一而且最有效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做联名，然后来做合作，用彼此的就是粉丝基础，然后跟推广效益，然后来强化对两个品牌的印象跟认知，然后去破圈。对，了解。那接下来呢，我要来问一个，应该算是帮我们的企业主们来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相信可能你们也观察到，马来西亚的企业呢，他们可能在使用 IP 或者在使用这些所谓可爱的造型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保守啊，还有一点抗拒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边很多企业老板呢，很多是上了年纪的大叔啊，当然也有很多美丽的姐姐们啦美眉们也有，然后也有年轻的创业者，但是这个使用人物造型的风气，如果跟台湾比较之下的话，我们看到台湾，比如说像航空公司，他们就有 Hello Kitty 专机，那包括像是政治人物，他们在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政治人物有吉祥物，然后也看到了像是印尼他们之前的总统选举啊，他们那个总统候选人后来被选上了，他也有他的吉祥物，但这个现象在马来西亚都还没有被看见，是不是意味着说，其实马来西亚的市场还是很大？是，对。那我想请两位分享一下，就是说，其实企业可以如何来运用这一些造型，能够达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效果？不管是在业绩上面啦，或者是在客户沟通或者产品的沟通上面，它其实可以为企业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注意呢？那我这边先简单分享一下，其实这有一点就是呼应到我们文策院为什么要说规划台湾 IP Expo 这样子的展销计划，在就是一个大型通路而且是指标性通路里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呈现
角色品牌它不是只是局限于图像，它更可以就是用多元的形式来做变现，然后它绝对是可以帮助，比如说像马来西亚非常强劲的零售 FMCG 这样子的，就是产业来加成，就是对于民众消费者对于企业的认可认知，然后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破圈，打破你平常就是已经很强的那一个消费群众 TA，对，它其实是可以帮你扩展你的消费者轮廓的，对。但是企业要怎么样子选择适合它的形象，这个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对吗？对，绝对是，因为过去我们有观察到，就是马来西亚在授权市场大多数还是以国际 IP 为主，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三丽鸥，然后 Hello Kitty、哆啦 A 梦、欧美的迪士尼，然后日本近期非常火红的就是动漫、卡通。我觉得对于马来西亚在地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它其实很难去跟集团式的公司去抢这些国际知名的大 IP， 没错。所以那它其实可以转向去找无论是马来西亚当地的 talent，比较是新兴的，就是创作者，然后他同时拥有一定程度的粉丝基础，除非你是一个很有就是眼光的人。但你要不然你一定还是只能先从他的粉丝基础来做判断，然后看他的图像创作社群操作的调性是不是符合你企业的价值跟品牌的故事。对，这件事情一定是最先决条件，一定要先找到符合的，因为你不可能去找一个形象跟你的企业是有冲突的，那这样就会对彼此都不太好。了解。那张于雄在跟企业的合作有没有哪一些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成功案例，让我们的企业也感受一下说，哇，原来跟 IP 跟造型合作其实是会带来这样子的效益的。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们跟那个东京的三鹰啤酒这个品牌合作。那时候是我们在东京授权展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的主视觉。那一年的主视觉，我们是张于雄跟他的好朋友的露营风格主视觉。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想要开发一款露营可以享用的、可以加热的温啤酒。他就看到我们的形象，觉得那就是他们想要的感觉，所以就来有接下来洽谈。然后后来呢，因为我觉得角色跟企业其实要从中间就是找到某些可以连接的关联，就是会促成合作的，我觉得是主要的关键。然后后来我们的合作呢，是以张于雄最喜欢吃的苹果为这个啤酒的主题，然后选用了亲生的土岐苹果去做成了张于雄的露营风格可以享用的苹果啤酒。然后总共设计了5款的造型设计，然后也让就是这个品牌他们在进军这个露营的市场去走入了这个不同的领域的市场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可以帮企业为了企业来量身打造对一些情境、一些设计，那就来符合它的产品的调性。对，那这次来马来西亚这个 IP 展，其实你自己心目中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想象？你会希望说能够调到不是啦，能够找到怎么样子的一个合作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这次来马来西亚，其实也想要多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经验，但是我自己心中会比较私心的，很希望说我们可以推展我们自己的动画的版权，因为我们本身有2部的动画影集，一部是已经完成的张于雄的迷你小剧场，然后它是1分钟26集，然后是无对白的动画影集，然后目前这部影集是在星宇航空上面可以看到。Okay. 然后另外一部制作中呢，就是我们跟公司一起合制的张于雄的冒险故事，它是比较长的，是7分钟26集，然后这是即将在明年完成，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影集中更多角色之间的互动，去传递张于雄跟小伙伴们他们一起探索世界的美好。OK， 你们其实已经成功开拓了日韩的市场了嘛，对不对？那现在来到马来西亚，那在东南亚的市场当中，除了马来西亚，有没有其他的想象呢？比如说下一步是不是要去印尼呢之类的？
我们其实前阵子有去过泰国书展， OK 然后也有就是跟一些泰国的伙伴见面，然后在泰国书展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发现我们的角色好像也蛮受印度出版社的喜欢，真的啊，因为我们 OK 有带我们的绘本去，然后印度出版社就对于这样子的内容觉得很符合他们的市场，然后所以目前也在洽谈当中。OK 没有想到对但是印度的市场，所以常常就是当你把你的产品往外拓展的时候，你真的会遇见很多想象不到的人、人事物。那说回文策院这次带来的这12个品牌，除了张宇雄之外，有没有哪一些品牌你是觉得说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可能跟大家介绍，当然不能够其他另外11个品牌全部讲完了，但是可能可以比较整体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品牌的调性，以及你觉得说有哪一些可能马来西亚合适的商机，或者说可能会发生的令大家觉得蛮兴奋的事情。那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其实希望能有机会把台湾 IP Expo 就是马来西亚就是定下来，就是每年我们都会来参加。这个已经是第几年了？第二届才第二届而已。Okay, 对，但我们每一届都是希望能有一些突破跟合作的方式。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用展示加销售的方式，让我们的马来西亚企业、零售商、通路商等等相关会运用到授权的一切的，就是企业业主能看到，就是它 IP 变现的可能，无论是透过就是周边商品的销售额，然后或是可能就是本身我们带来的虽然参展 IP 本身在国际台湾的授权的案例，因为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马来西亚的企业偏向保守，是因为可能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运用到 IP 在他们的企业，大家没有试过嘛？对，大家没有试过。但是其实就授权产业来说，这样子的合作案，它的授权金可能比你就是发一个公关公司的办一场记者会也好，或是办一场就是活动，媒体见面会之类的这样子的活动都还要少。所以说其实它的效应会是，我觉得它会是加成的，然后而且是线上的贴近年轻人族群的，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在甄选，就是我们这12家参展的 IP， 我们第一个是先设定就是动物主题。因为我们去年第一届是也没有一开始没有规定是什么主题，但是选出来就不外乎就是猫，然后兔子，对，然后所以说我们今年就特别定了一个动物之声乐活岛这样子的那个主题类型，然后就这次甄选来的就是全部都是符合这个主题，然后不同的动物造型，然后有可爱的丑萌的。然后我们去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小猫岛就跟那个 Ugly Rabbit 就是丑白兔就立刻有授权代理，然后他们今年也进驻到就是快闪店跟一些通路上面都有做蛮好的销售表现。OK， 对，好，我现在来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帮我们的企业主们来问，就是如果他真的想要获得这个授权的话，这个预算授权的金额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呢？这个可能蛮不一样的，因为它的规格。第一个是可能它的授权应用的条件跟规格跟范围 ，OK， 会给我一个范围嘛，大概是多少到多少？我们如果是以美金，都是以美金嘛来计价，比如说像是张宇雄的话，你们如果授权的话，这个好像就是要私底下才能够谈是吗？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 email 给我们。5月20到5月24到双威现场跟所有的 IP 洽谈。OK， 但是是企业能够负担的吗？绝对可以。如果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办一场记者会，可能动辄我们是用2万到5万的，就是美金来做一场记者会的发布跟媒体邀访。对，我觉得是低于这个价格的。OK， 对，但是我觉得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要怎么样子去突破啦，就是
因为刚像我们都有讨论到说，马来西亚的企业可能就是稍微比较偏保守，但是我相信不保守的人肯定是大有人在的，OK 对啊，但是要怎么样子去接触到这一些不保守的人，本来就在寻找 IP 的授权的人，那以及要怎么样子攻破那些我觉得越大的企业，它可能就越保守，它可能就越难去攻破嘛。那可能我们也是要去想一个策略，说如何让他们去接受，怎么样子让他们看到说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要有示范案例，对我们来说，授权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想象，他就不愿意踏入。对，所以说可以看到，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其实台湾在授权产业的发展虽然晚于可能日本，因为日本的发展非常成熟，然后台湾也就是参考了非常多的授权的案例跟条件授权的范围的应用这样子。那其实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对创作者有一个很大的益处，是因为所有的企业都很愿意去谈跟角色 IP 谈授权，无论只是商品的图像的印制联名，然后或是可能某一间医院请了就是丑白兔，它的造型人偶公仔来当就是推广大使，就是它的授权应用的方式真的是只有你想象不到。OK， 对，然后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是对彼此的企业品牌价值是有冲突的，那个就是另当别论。我相信不管是 IP 的授权也好，或者是产品的授权，很多国外的这种授权啊，或者是国外的品牌，它在进驻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会发现说他们只愿意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想要按照他们既有在本国的那种做事情的方式，他就觉得说，反正我这个就是真的在我们本国非常的红，所以我的授权或者是我的应用呢，他就规定一定是要就是他在本国怎么样，就是在这边要怎么样的。但是我看到你们很特别的就是你们愿意跟本地的这个创作者来合作，然后因地制宜。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就已经在整个东南亚的市场在竞争力上面就更上一层楼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台湾的 IP 其实面对最大的挑战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台湾吗？因为它其实台湾的 IP 真的是各式各样，然后规模有从个人的贴图的设计公司，然后也有像集团型的，就是出版变成出版原本是出版品变成就是角色品牌的，像是吉米，然后还有我们这一次有邀请到的就是动物警探达克比，它原本是一部绘本作品，然后因为小朋友亲子家庭真的太喜欢这个角色品牌了，因此他们发展成就是角色品牌，然后来规划无论是特展也好，或是周边商品的开发，或是可能也有动画的制作的规划。对台湾的 IP 来说，他们只有太重视国内市场的这个状况 ，OK， 反而忘记了，就是其实海外的国际授权市场，其实相较来说，它会是更对他们的角色品牌来说，会是更有文化影响力的。所以你的工作就非常重要了，对吗？算是我们很愿意。刚刚就是 Alice 提到的，就是他们去参加曼谷的活动，也是因为文策院一年在海外的，就是国际参展上面授权的话，固定的是2档。但是我们其实也会跟台湾的文化部一起共同来合作，然后去规划拓展不同的市场。像今年我们就规划了4档是针对东南亚的来做拓展。对 ，OK。那么 Alice，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就是背负着任务，或者是公司有跟你说一定要达到这个数字，不然不准回来这样子？我们自己也有给我们自己某种期待，因为想说都来了，还是会希望说让张于雄有机会真的在马来西亚就是落地这样。OK， 好，那就是
希望这一次你们可以顺利成功，然后找到很多合作的厂商啊。虽然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可能这个展已经结束了啦的，但是我们会尽量发个新闻在你们展之前啊，谢谢为你们宣传一下。但是 anyway， 就是说希望大家在看到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联络你们。如果来不及去参加这个展，然后事后如果你觉得说对于文策院这次带来的这个12个品牌，任何一个品牌，或者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章鱼兄，你们很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联系。对，然后台湾其实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提供给角色 IP 的一个国际展会，叫做文博会。那其实每一年都会有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香港跟泰国的，就是创作者会组团来参加。然后我们每年的人流量大概都是60多万到70多万，哇，所以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像我们来台湾组团来马来西亚双威这边办展销计划一样，就是你可以到文博会来做市场测试，对，所以就可以刚好也看一下台湾的授权产业的一个规模这样子。对啊，台湾的市场也蛮成熟的，然后哇，这么大的文博会，大家要就是如果他们要去参加的话，可以先跟我们联络啊，所以是你们办的就对了。我们文化部办的，文化部办的，但我们会有就是邀请国际的专业人士到台湾来做洽商啊。OK， 好的，那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大家还有什么话吗？还想对我们的观众说的？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次我们真的是第一次，然后也第一次办这样子的合作项目，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启发真的蛮大的，因为就是你到现场可以看到，明明就是两个风格调性其实是差蛮大的，就是品牌跟 IP， 然后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觉得哇，好没有违和感，然后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合作形式来做促成一些未来的可能这样子。了解。 Alice 呢？我的话呢，就希望这一次就是在会场可以遇到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合作伙伴，然后一起把章鱼熊让更多人认识。好的，那非常感谢章鱼熊的联合创办人 Alice， 还有这个文策院的黄俊华组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对于今天的讨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让业务始终在线，安全无忧，持续领先，即刻开启您的 Ultra 5G Reserve。